咁譬如你平時行開去返工嘅路咧，可能無啦啦突然之間咧，第二日就會封咗。如果係需要喺屋企工作嘅朋友，就真係唔係好建議大家咧嚟呢一度住啦。大家好，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喺市中心住咗呢2年咧，覺得有啲咩好咧，同埋唔好嘅。咁一如以往咧，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啦。咁其實我之後要講嘅所有嘢咧，都係屬於我哋自己嘅個人經歷啦。而呢一啲嘅經歷同感受咧，都係因為我哋喺伯明翰住嘅呢個地區，咁就唔代表咧喺英國每一個市中心住咧都會有相同嘅經歷同感受嘅。咁希望呢條片咧可以作為大家一個少少嘅參考啦。咁亦都好鼓勵大家咧喺唔同嘅渠道咧接觸多啲嘅資訊啦，去了解英國嘅生活嘅。咁首先第一部分就同大家講一講咧，我哋覺得住喺市中心咧有啲咩好處嘅。而第一個好處咧就係有關於住大廈嘅單位啦，因為其實咧大多數如果你喺市中心住嘅話咧，都係會住咧類似呢一啲嘅 apartment 啦。住大廈單位其實同住獨立屋咧都真係好唔一樣嘅。咁我估計咧大部分嘅人本身喺香港咧都係住緊單位嘅，除非可能你話住喺村屋啦，或者其他豪宅嘅獨立屋咁樣。你住獨立屋嘅時候咧，屋企嘅防盜系統咧亦都係要留意嘅。因為唔似大廈單位咁啦，我哋呢度咧就會有管理員啦，同埋出入咧都係需要拍卡嘅。咁相對嚟講咧，入屋盜竊嘅機會咧都係低好多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啱啱到埗啦，住喺市中心嘅大廈單位咧係的確咧會令大家煩惱咧冇咁多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啱啱移民過嚟咧，其實真係好多嘢要做啦。無論你係開銀行戶口啊，去處理自己屋企嘅水電煤，或者需要去揾工啦，或者幫小朋友揾學校。當你喺呢一個咧需要處理咁多事情嘅時間入邊咧，去第一次咧搬入一間獨立屋度住嘅話咧，我相信都會令到咧日常嘅壓力咧增加好多嘅。咁如果開頭喺市中心揾到一間咧大廈嘅單位去住嘅話，就會令到你可以咧專心咧先處理好啦啱啱到埗所有嘅事務啦。咁當大家喺英國安頓落嚟之後咧，咁其實都有好多時間咧可以俾你去探索下唔同嘅選擇啦。譬如你去唔同嘅地方睇下一啲嘅獨立屋，再決定咧之後要唔要搬去一個離開市中心遠啲嘅地方去住嘅。所以我就覺得咧，住喺大廈單位咧，其實整體上個生活模式咧都係會同香港比較相似，咁所以大家咧喺啱啱到埗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容易適應嘅。而第二個好處咧就係有關交通啦。住喺市中心咧，的確有好多唔同嘅交通選擇啦。以我哋而家住緊呢一個地方為例啦，我哋行去伯明翰啦，最大嘅火車站即係呢個 New Street Station 啦，只係需要10至15分鐘嘅時間，而行20分鐘時間咧就會去到一個 Coach Station 啦，即係可以搭旅遊巴去英國唔同嘅地方。而去到伯明翰附近嘅巴士線咧，亦都非常之多嘅。如果要去附近唔同嘅城市或者小鎮咧，咁亦都有好多火車同巴士嘅選擇嘅。同埋你話去遠少少要搭飛機嘅話咧，其實我哋喺呢一度咧搭火車去機場咧，亦都只係10分鐘嘅時間嘅啫。所以無論係返工啦，定係去旅行，其實住喺市中心咧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方便嘅。而第三個咧就係有關日常生活嘅所需啦。如果大家咧喺香港住慣嘅話咧，應該都會習慣一落樓啦就有7-11、超級市場或者藥房。咁基本上咧你自己要買嘅嘢咧都好快可以買到。咁當你想出街食飯啦，其實咧樓下可能已經有好多間唔同嘅餐廳。呢樣嘢喺英國如果住喺市中心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咧都係相差唔遠嘅。當你住喺一個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好多咧呢啲超級市場或者餐廳咧，你都係需要咧揸車去嘅。同埋當你咧需要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譬如你想先去 Tesco 買餸，然後就去 KFC 食個快餐，再去 Boots 咧買少少個人嘅用品。咁你有機會咧係需要揸車咧去3個唔同嘅地方嘅。咁但係咧，當你住喺市中心嘅時候咧，基本上呢啲超級市場啊、藥房咧，全部都係步行距離啦。你係可以喺15分鐘之內咧係去晒呢啲地方嘅。咁仲有餐廳同酒吧嘅選擇咧都非常之多嘅，咁就唔需要話咧我嚟嚟去去都係食嗰間。其實住喺市中心，無論你係堂食啦定係嗌外賣咧，選擇都係非常之多嘅。以我哋住緊呢一個地方為例啦，如果講超級市場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都算係真係幾多嘅。Tesco 嚟講咧就有一間中 size 啦，5間細嘅 size。Sainsbury's 咧就有一間大一間細，仲有呢一個瑪莎咧係可以俾你買到一啲比較高質嘅食品嘅。而日常用品嚟講啦，去 B&M 啦、Savers 咧或者 Poundland 咧，亦都可以滿足晒你大部分嘅需要嘅。咁除咗食嘢、超級市場同埋日常用品之外咧，當你要 shopping 嘅話咧，住喺市中心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因為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零售商店啦。而
而我哋呢度咧都有一間咧全歐洲最大嘅 Primark 啦，就係賣一啲平價品牌嘅服飾，仲有好多賣鞋啦、家庭用品啦、化妝品、護膚品等等嘅連鎖店咧，係俾你選擇嘅。咁大家隨時落街行5分鐘咧，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瘋狂購物啦。而第四樣嘢咧就係關於工作機會啦。咁其實喺市中心除咗辦公室工作機會之外咧，咁我頭先都有講啦，因為有好多零售嘅商店同埋餐廳啦，咁相對上咧呢一方面嘅工作機會咧都係會比較多嘅。咁同埋喺市中心咧，銀行嘅分行咧都係非常之多嘅。如果做開金融行業嘅朋友咧，喺市中心咧亦都係非常容易可以揾到工嘅。咁同埋當你咧喺市中心返工啦，就好似我依家咁啦，其實行路咧10至15分鐘咧就已經返到去㗎啦，咁都慳返唔少車費嘅。咁以我之前咧喺酒店返嗰份工為例啦，咁嗰間酒店咧就係喺機場附近嘅，咁我就需要喺市中心搭火車咧去我返工嘅地方嘅。咁我當時就買咗火車嘅月票啦，咁因為搭到去機場咧，其實都橫跨咗好多個松嘅，咁所以咧我嗰個月票咧係比較貴，咁當時咧就俾咗70磅一個月嘅，咁但係當我依家咧喺市中心返工嘅時候咧，就係完全唔使俾呢個交通費嘅。咁之後咧就講下我哋覺得住喺市中心有啲咩唔好啦。咁我諗第一樣嘢咧，應該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其實住喺市中心咧，無論係租金定係樓價咧，都一定比起咧唔係市中心咧貴好多嘅。以我哋依家住緊呢個單位為例啦，咁租金咧就係850磅，我哋就係住緊一間一房大概400尺嘅單位。以呢一個價錢嚟講咧，喺市中心以外咧，可能已經係租到2房嘅半獨立屋。所以一樣嘅價錢嚟講咧，你喺市中心外面咧係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生活空間嘅。咁同埋附近嘅環境咧，都一定係比起市中心咧更加寧靜啦，亦都可能咧係會有啲好大嘅公園喺你附近啦，亦都更加容易咧去到郊外嘅地方，譬如係行山啦或者露營咁樣。咁我覺得關於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有小朋友嘅屋企咧係需要考慮多啲嘅。而第二樣咧就係關於衛生環境啦。不過呢一樣嘢咧就好視乎於咧你住喺市中心嘅邊一個區域嘅。咁如果咧你自己住嘅地方咧附近係比較多餐廳同埋酒吧嘅話咧，咁傾向咧都係會比較污糟少少嘅。例如係附近可能會有少少難聞嘅異味啦，同埋可能地下咧就會比較多垃圾嘅。咁雖然咧大部分時間咧都會有清潔工人去清理街道啦，但係仍然咧都係會有啲冇乜公德心嘅人咧喺街道亂拋垃圾嘅。咁所以如果咧住一個比較繁忙嘅地區咧，就需要面對呢一樣嘢啦。咁第三樣咧都唔算係一樣非常之大嘅壞處啦，純粹係我自己覺得咧有啲唔方便嘅，就係咧大部分喺市中心嘅鋪頭咧都係比較小型啦，例如係超級市場咁樣。咁佢貨品種類嘅選擇咧就未必有一啲大嘅超級市場咁多啦。譬如我自己咧有時買開嘅一啲肉嘅部位啦，或者係一啲冇咁普遍嘅蔬菜咧，有時喺市中心嘅超級市場咧都係會揾唔到嘅。咁所以咧，點解我哋嗰陣時咧要揸車去一啲大嘅超級市場買嘢咧？咁嗰陣時多數咧都可以一次過咧買晒我哋想要嘅嘢。可能有時我喺市中心買餸，譬如我主要係去 Tesco 買嘅，咁我喺 Tesco 咧揾唔到嗰樣嘢咧，我就要行埋去 Sainsbury 啦。如果 Sainsbury 都冇咧，就要去埋 Marks and Spencer。咁有機會咧係行完3間之後咧都買唔到我想買嘅嘢嘅。不過呢樣嘢咧，其實上網嘅超市送貨咧都可以幫到大家嘅。咁所以我先話啦，其實都未必係對於每一個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壞處嚟嘅。而下一樣咧就係關於一啲道路工程啦。雖然我唔知道其他城市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因為佢哋咧就擴展緊呢一個地面電車嘅系統啦，所以呢度附近嘅路咧好多都係掘到爛晒啦。咁有時咧又會封起咗某一啲路，咁譬如你平時行開去返工嘅路咧，可能無啦啦突然之間咧第2日就會封咗。如果你咁啱唔好彩咧住喺道路工程嘅正樓上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幾大嘅噪音嘅。同埋某一啲嘅道路工程咧，佢哋只係可以喺夜晚開始做啦。雖然咧就唔係話一啲好大嘅噪音啦，但係對於我呢啲咧，因為我係一個好醒瞓嘅人嚟嘅，一啲少少嘅噪音咧已經會令我瞓唔着。如果都有呢一方面嘅問題嘅朋友咧，揾樓嘅時候咧就要留意清楚啦。而下一樣咧就係關於一啲醉酒鬧事嘅人啦。咁我頭先都有講啦，因為市中心咧其實真係好多酒吧啦。咁英國人咧亦都好中意飲酒嘅，無論係星期1至5放工之後啦，定係星期6日咧要出嚟玩咧，都係離唔開飲酒嘅。同埋當有足球比賽睇嘅時候咧，呢一個情況咧就會更加明顯啦。咁你就會見到咧一啲飲到醉晒嘅人啦，喺條街度咧好大聲咁講嘢啦，甚至咧係一啲冇意義嘅大叫咁樣。咁雖然咧佢哋就
唔係喺正我哋樓下咁樣大叫嘅，因為其實我哋附近咧都唔算話係有好多酒吧，咁所以我哋夜晚聽到嘅咧多數都係一啲嚟自遠處嘅醉漢鬧事嘅聲啦。咁但係可能咧平時如果你夜咗翻屋企啦，你行路翻屋企嘅過程咧都有機會會遇到呢一啲人嘅。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你唔主動走去撩佢哋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會無啦啦走埋嚟搞你嘅。咁我相信呢個情況咧，其實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市中心咧都會有嘅。以香港為例啦，其實如果你住喺蘭桂坊或者係諾士佛台嘅話咧，我相信咧你都會明我講乜嘢嘅。而最後一樣嘢咧，都算係一個少少嘅資訊咧，想俾翻咧有好多想嚟我哋呢一度住嘅朋友啦。因為其實好多觀眾咧都有喺留言啦同埋 email 咧就同我講啦，話有興趣咧想搬入嚟我哋依家住緊呢個地方嘅。咁我自己咧就覺得我哋呢個內部環境咧真係幾唔錯嘅，但係最近咧都有一樣咧令我覺得比較唔愉快嘅嘢啦。我哋呢個單位嘅座向咧就係面對住平台嘅，咁咧我哋每一日咧都係有好多小朋友咧會喺平台嗰度玩啦。我諗最高峰時期咧係試過有10幾20個小朋友一齊喺樓下踩滑板車啦、玩足球啦、喺度跑啦、喺度尖叫啦，而係冇一個大人咧喺平台嗰度睇住佢哋嘅。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已經持續咗大概2個幾月左右噶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暑假關係啦，所以呢啲小朋友咧冇地方去咧，所以先至喺個平台度咁樣玩啦。因為其實都算係一個幾大程度嘅滋擾嚟嘅。因為其實我哋呢一個屋苑嘅旁邊咧，其實係起緊第2期嘅。咁我哋過去呢一年咧都有好多建築嘅噪音啦。咁佢哋多數咧就係朝早8點開工啦，就可能晏晝4、5點咧就收工，然之後咧4、5點咧就到呢一班小朋友接力啦，就喺度瘋狂尖叫周圍走啦，尖叫到夜晚9點咧就會準時翻屋企啦。咁而由夜晚9點可能到凌晨1、2點咧，就有時會有啲人咧帶埋自己嘅朋友啦，喺樓下大聲播音樂啦、飲嘢啦、開大食會啦、大聲講大聲笑咁樣，到佢哋飲到醉晒咧先至翻屋企嘅。咁我唔知咧係咪因為我哋呢一個屋苑嘅問題啦，定係其他咧喺市中心嘅屋苑都係咁樣，即係由朝到晚咧都係唔會有一個寧靜嘅時間嘅。咁當然我哋都有嘗試同呢度嘅管理處去反映個情況啦，咁佢哋都有出一啲嘅告示啦，同埋亦都有提醒過啲家長咧唔可以就咁俾啲小朋友咧自己喺個平台度玩。咁當然依家咧我就暫時未睇到有改善啦。如果係需要喺屋企工作嘅朋友，尤其是係咧可能要用視像開會嘅話咧，我就真係唔係好建議大家咧嚟呢一度住啦。咁以上咧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咧關於住喺市中心，我哋自己覺得有啲咩好同唔好啦。咁希望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有用嘅參考啦，從而去選擇你想住市中心啊，定係想住喺郊區嘅。咁其實喺之前嘅影片咧，我都有提過啦，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咧係可以搬去一個郊區啦，一個靜少少嘅地方。咁希望到時搬咗之後住落咧，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下咧，我哋覺得搬去郊區之後有啲咩好同唔好啦。咁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話咧，就希望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咁如果未訂閱未 subscribe 嘅朋友咧，就可以撳下面訂閱我個頻道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And everything I felt was new. You told me that you weren't ready, but then you act like we're going steady.